这是一处依山傍水的宅子。走进里屋，谢玉渊愣住了。木床上躺着一个白发老者，眼皮一动不动，不知道是睡着了还是晕迷着。阿远啊，这是我的老师韩百川，请到郎中都说没治了，你帮我看看。谢玉渊3根手指搭在韩百川的腕间，凝神诊了一会儿。他得的是伤寒，滴滴答答的，应该拖了有好几个月了，病很重。还有没有救呢？谢玉渊深吸口气，又将3根手指落了下去，闭目再诊。谢一为有些期待地看着他，有治，但要用3根百年老参。3根百年老参？妈妈，罗妈妈立刻把怀里的小包袱解开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娘从高家带来的，还是罗妈妈私藏留了1根下来。据我所知，谢府库房里还有2根。阿远，没有未卜先知。昨儿你说老师病重，我想着身能吊命，就让罗妈妈偷偷预备上了。那2根，三叔做一回梁上君子吧，我是没法子了。妈妈，你去把参熬了。我来。三爷，还是我来吧，这个要火候和技巧的。那走将乱呢，你把锅刷刷，柴火不够我去砍。谢府的爷们儿油瓶倒了都不会扶一下的，这个三爷竟然还会砍柴，他这是过的什么日子呀？谢玉渊深深地看了三叔一眼。三叔，你把他衣服打开。一通刑侦下来，老者眼睫动了动。罗妈妈，你等他醒了就把参汤喂给他喝。三叔，你跟我来。谢一为这会儿早就看傻了，他原本厚着脸皮来请谢玉渊，根本没抱半点希望，但瞧着丫头刑侦的架势，却真像那么一回事。他跟谁学的这门手艺啊？三叔，上回你就是为了他要借的银子，他到底是谁？你怎么和他认识的？阿远啊，他原来是咱们府里的教书先生，后来他们嫌弃他教的不好，就把人辞了。都瞎说，那些个滥竽充数的货色，哪个能比得上他呀？他无儿无女吗？老家伙连家都没成，哪来的儿女啊？你照顾了他几年？快10年了，也不是白照顾，他教我读书了。哦，对了，他祖上可是出过太傅的人，官居一品呢，后来才落魄的。谢渊总算明白过来了，谢太太为了把庶子养歪，不仅在谢老爷面前说坏话，还把好的教书先生给辞了，请了差的来。谢三爷气不过，就偷偷摸摸跟着原来的先生读书，后来索性连家也懒得回了。三叔，你就打算过一辈子这样的生活吗？哪能一辈子，等我老师病好了，还要上京赶考呢。哟，志向还不小，能考出个什么？你这小丫头片子，别小瞧人，你三叔也是头悬梁锥刺股的人。我老师说了，我这种人只要考前3甲都是稳的。谢一为脖子一伸，傲气的不行。若考不上呢？我趴在地上给你当小狗骑。你自己说的，和我击个掌盟个誓，我才信。嘿，我说你啊，急就急，我怕谁呀你？谢玉渊伸进怀里掏出1000两银票。三叔，等我把韩先生的病治好了，你拿着银子带他一起上京去吧，混出点名堂给谢府的看看，我看好你。谢一为的脸色唰的一下苍白几分，他素来是个笨嘴笨舌的人，既不会卖乖，也不会讨好，否则也混不成这样。那丫头说看好他，心里有一根弦被面前的谢玉渊不轻不重地拨动了一下。阿远，我怎么，你想反悔？不是我，三叔，不蒸馒头争口气，等你爬得高了，才没有人敢糟践你，你说的话才有分量。阿远，府里的人对我避之不及，你为什么要对我这么好？你是我三叔啊，上一世在他最落魄的时候，唯一伸出手想要扶他一把的人，他不对他好，对谁好？三叔，地主家也没有多的余粮了，这些银子你省着些花，将来可是要加倍还给我的。你这丫头片子，怎么学的女德呀？还跟三叔拉拉扯扯的。
像话吗？走，赶紧帮我去看看我的老师，治不好他，将来别想我还银子给你。谢渊回首心想，这银子压根没打算让你还过。冬至一过，离过年又近了一步，谢太太的病还是没有起色。郎中说要老参入药才能断根。谢太太想着库房里还有2根百年老参，立刻命冬梅去取。冬梅找遍了整个库房，也没有找到参的影子。里里外外这么一查，竟是被谢三爷给偷去了。谢太太肺得要气炸了，叉着腰一通破口大骂，连把谢三爷的祖宗8代都给骂了进去。骂完她才觉得不对，那畜生的祖宗8代不就是谢家的祖宗8代吗？感情他是自己骂了自己的老祖宗啊。于是谢太太赶紧命人把老爷叫来，添油加醋的把库房丢的东西通通摔到了老三身上。谢老爷一听这个儿子已经长歪到做偷盗的德行，气得恨不得开了祠堂，把人逐出家门才好。顾忌着家丑不可外扬，便命管家把人找来，准备好好打一顿板子。哪知道谢管家找了10来天，也没在扬州城找到谢三爷的影子。一问，人家呀带着刚刚痊愈的老师上京赶考去了。谢太太一听，这种小畜生要是能考出个名堂来，他就把娘家的信倒过来写。滚吧滚吧，滚得越远越好，这辈子都别再滚回来了。就这样又过了1个月，谢太太的病终于痊愈了，却又添了新病。原来这个年一过，大小姐谢玉清便年满15了，按扬州府的规矩是该相看起人家来了。谢太太想来想去，觉得陈家哥儿的身份只能配嫡出的谢玉清，和顾氏一商量后，便托了熟人上门探探口风。哪晓得蒋夫人直接把话说死，我们陈家是书香大家，男人没有功名钱不考虑婚嫁。谢玉清和陈青燕年纪相当，男人晚些成亲没关系，姑娘却等不得。谢府只能歇了这个心思。这样一来，谢大小姐的婚嫁人选就不得不重新考量。顾氏在心里把陈家骂了一通，立刻和谢太太把扬州府里里外外上上下下适龄的男子一个个甄选。婆媳2人头一回目标一致，娶妻低头，嫁女抬头。他们要给谢大小姐找个方方面面都拿得出手的良婿。小姐，你说以大小姐的模样，找个什么样的人家好呢？这扬州府大户人家的哥儿，奴婢瞧着也没几个相配的。谢渊笑笑没说话。前世大姐姐嫁给了苏州知府的嫡长子余怀，是顾氏的哥哥，也就是大姐姐的亲舅舅保德梅。要我说，门第也别太高，知冷知热就行。光知冷知热也不行，还得有上进心。反正大小姐的婚事是咱们府里头一桩喜事，太太和大奶奶怕不会随便应了人家。话音刚落，罗妈妈进来。哎呦，定了定了什么了？大小姐定了人家。哪一家？苏州于知府家的嫡长子，听说哥儿品性不错，书读的也好，过了年呀，正好满20。就是上头的婆婆不是亲的，正经的婆婆去世好些年了。谢玉渊此刻不知道是什么心情，重生后的一切虽然有偏差，但大方向都顺着上一世的轨迹在往下走，是命中注定吗？那么自己这条命是死是活，还真是个未知数呢。罗妈妈见小姐面儿上淡淡的，还以为她是为自己将来的婚嫁忧心。小姐别急，日子一天一天的见好，总有守得云开见月明的那一天。到哪座山头拜哪座庙，我不想那么远的事情，想了也没有用，活命才是最要紧。这话说的罗妈妈差点掉眼泪，心道但凡高府要还在，三小姐应该是这个府里嫁得最好的，
别说是个知府人家，就是经理名门望族也是嫁得的。也不知道经理的那位到时候还能不能想起高家来，想起小姐来。若是想起，那小姐的婚事就好办了。罗妈妈正在那边百般纠结，突然听到外头传来丫鬟说话的声音。这时阿宝跟进来回话：小姐，大小姐跟前的连生来了，把人请进来吧。连生进来，我们家小姐明儿要去上香，问三小姐要不要跟着一起去。二姐去吗？二小姐和大奶奶都去。那我也去吧，替我谢谢大姐姐，难为她还惦记着。小姐常和奴婢们说起陈府的事情，一家子姐妹正应该你惦记我，我惦记你才行。怪不得大姐姐少了谁都行，就是不能少了你。这小嘴真甜，甜到我心里去了。连生急着回去报讯，闲聊了几句便匆匆离开了。大奶奶这会儿去上香，怕是要给大小姐和那哥儿去庙里请老和尚合八字。八字要合？大小姐这门亲事是不是就板上钉钉了？可不是就定下来了。可真快呀。快吗？她怎么觉得在这府里的每一天都像度日如年似的。正好我在这府里也待烦了，出去透透气。一日，一行人不疾不徐地往城外去，远处蓝天之下已可见青山隐隐。那是观音山，有扬州城第一灵山之称，站在山顶远眺江淮南北，一览无余。观音山的旁边就是大明寺，住持是法融法师，从他手里出来的签，听说呀是最灵不过了。三妹回头也求一个，求签不如求吉，我不太信这些。谢玉湖像是见到了什么妖魔鬼怪的表情，刚刚瞬间他在三妹妹的脸上看到了一丝万念俱灰的表情。真要这么灵，二姐今日去好好拜一拜，求佛祖赏二姐一个好姻缘。得了得了，你别给二姐闯祸，就算阿弥陀佛了，我的事太太母亲自会做主的。车行一个时辰，马车在寺门停下，众人各自下车入了寺内。小僧弥引着众人入了大殿，顾氏一脸虔诚，双手合十，嘴里念念有词，开始参拜菩萨。其他人也学着他的模样，个个神情严肃，敬拜不语。谢玉渊未曾下拜，只怔怔地看着菩萨微微含笑的脸出神。谢玉渊见众人一心向佛，无人注意到他这个浑水摸鱼之人，遂悄无声息地抬脚走到外间等候。刚站稳，一个略带惊喜的少年声音骤然响起：谢玉渊。谢玉渊扭头去看，冤家路窄呀。陈公子，真巧啊，你也来上香。确实很巧。巧个屁呀！阿九无声地在心里骂了句脏话，还不是听说谢家的人要到大明寺上香，这才巴巴地跑来。既然来了，那就进去拜拜吧。三小姐不拜吗？我已经拜过了。三小姐，那我就先进去拜一拜，你等我一下。谢渊掩住心中所有心绪，像是没听到他的话一样。阿宝，蓉蓉，咱们走。哎，好好的，怎么说走就走了？三小姐呀，收着点，这里是佛门清净之地，菩萨都看着呢。跟菩萨有什么关系？菩萨见爷这么轻佻，就算有心想帮你和三小姐签缘，也会打消这个念头的。混账，谁要和他签姻缘？爷，你都快变成登徒子的模样了，怎么还口不对心呢？做人得诚实啊！诚实你个头啊！爷，我只是觉得这个丫头很特别。特别？一个鼻子两个眼睛，真没看出来哪里特别。顾氏拜了一圈菩萨，从丫鬟手里接过碎银子，送到小和尚手里。小和尚喜滋滋地看着银子，躬身请顾氏等人入殿。谢玉湖四下打量，忙在丫鬟耳边低语几句，不过短短一息就把谢玉渊给找了来。谢玉湖狠狠地瞪了谢玉渊一眼，示意他别到处乱跑。谢玉渊浑不在意地笑笑，垂着头慢慢地跟上了大部队。内殿之中，一个白净净的老和尚盘坐在蒲团上，正是寺里的住持法融。
谢玉渊嘴角戳上一抹讥笑，所谓的众生平等也不过是哄骗人的玩意。这时身后又传来动静，见进来的竟然是陈家少爷。陈公子也来上香啊？读书读得累了，出来散个步。大奶奶安好。来人，先带3位小姐去厢房休息。谢玉渊低头跟着2位姐姐离开。厢房在寺院后面，有几个小小的院落组成。谢雨清惦记着故事排8字的事儿，没有心思和2个妹妹说话，一进院便往房里休息。妹妹头一早来，我带你出去转转。二姐先去吧，我先歇一歇，喝口茶缓缓。谢玉渊走进禅房，一床一桌一椅，禅房很简单。这时有个光头小僧人进来奉茶点瓜果，茶点放到小方桌上。小僧人用眼角的余光看了看四周，突然向谢玉渊伸出了手。谢玉渊冷不丁怀里就被扔进来个什么东西，他狐疑抬眼去看，只看到门口一截小僧人的灰色的袍子。这里的小僧人都是这么无礼的吗？连个阿弥陀佛都不说。这是什么？谢玉渊定睛一看，如遭雷击，手一松，纸轻飘飘地落在地上。如蓉这才发现小姐脸色煞白，捡起来。如蓉忙把纸片捡起来，目光迅速地看了一眼，好像是烧了一半的纸，上面还有字。谢玉渊一把夺过，翻过去覆过来的看。小姐，这是什么？谢玉渊脑子有些乱，用力地闭上了眼睛。如果此刻青儿在，就能认出他手里的纸片是一张房契，是当初师傅临走时敲木声留给他的。谢玉渊的呼吸有些急促，临出门前几日，娘把这些重要的东西还有几张银票通通缝到了爹的棉袄内里。为什么此刻他会出现在这里？是谁让他出现在这里？他的出现意味着什么？只是短短一瞬间的功夫，谢玉渊脑海中瞬间闪过无数个念头，心里像沸水煮开似的咕噜咕噜个不停。谢玉渊缓缓抬起头，对上2个丫鬟悠悠关切的目光，他不动声色道：阿宝，你去找找刚刚那个小僧迷，要找到带他来见我。小姐，快去。阿宝见小姐脸色铁青，不敢多话，扭头就走。头一回来寺里，在房里歇着半点意思都没有。如蓉，咱们还是出去转转吧。小姐，喝了茶水再走吧。不用。小姐，披风，外头风大，仔细着凉。等下奴婢。后殿里，道士契合了刚刚2人的八字，这姻缘再好不过，去吧。顾氏喜不自禁，双手合十，拜了又拜，方才离开。回到院中，喝了半口茶，便有僧人送了斋饭来，去把3位小姐都叫来，一起用饭吧。是。片刻后，谢玉清、谢玉湖先后进来，独独不见谢玉渊。大奶奶，3小姐带着丫鬟出去玩了，还没回来。这孩子，叫他不要乱跑，快去把人寻回来，该用饭了。母亲，今儿在店里可还顺利？顺利。大姐，恭喜了。谢玉清脸带羞涩，低垂着偏过头，嘴角悄无声息地扬起。大奶奶，外头下雨了，多派些人去找，赶紧把人找回来。这么冷的天淋雨，怕是要生病的。这孩子真让人不省心啊。不让人省心的谢玉渊此刻正漫无目的地在寺里走。那人把这纸片送到他面前，不会是只让他看一眼就完事的，背后必定有用意。厢房里是女眷休息的地方，外人进不来，他必须要走出去才能让人找到。只是把这大明寺前后都走了一遍，都没再遇到一个可疑的人。谢玉渊不由心急如焚，雨丝夹着大风打在脸上，他都没觉得疼。小姐，这雨越来越大了，咱们回去吧。回哪里去？还没有找到人呢。小姐，咱们这是要找什么人？谢玉渊飞奔起来，他心里有个念头，爹没有死，他还活着，他找来了。小姐，等等奴婢啊！单薄的身体在雨中狂奔，像受了惊的小动物。
隔了数丈的距离，陈青燕惊得下巴都快掉下来了。那人是谢三小姐？瞧这衣裳好像是的。什么叫好像？看看到底是不是？啊，是你心心念念的谢三小姐。陈青燕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追了上去。谢玉渊一口气跑到山崖边，一阵寒风刮过来，将他开水般沸腾的心一下子吹冷了下来。爹最疼你了，你若出点什么事情，他一定会不管不顾地跑出来。要不要试一试呢？心里这么想着，脚下就往外挪了一寸。谢玉渊，你想干什么？有什么事情好好说，寻死觅活解决不了任何问题。啊！谢玉渊转身，眨着无辜的大眼睛。谁在说他要寻死？等看清楚面前站着的人是陈青燕。放手！不放！放手！死都不放！啪！世界一下子安静下来。陈青燕捂着火辣辣的半边脸僵住了。风停了，雨停了，只剩下两个目瞪口呆的人，睁着铜铃大的眼睛，你看我，我看你。如蓉吓得愣在当场。陈青燕像拧小鸡一样，直接把谢玉渊拎到了古树下。陈青燕，你放开我！你他妈给爷闭嘴！陈青燕把手一松，谢玉渊失了重心，连退几步后，一屁股跌坐在地上。这一下有点出乎陈青燕的意料。啊切！小姐，快起来！我不是故意甩你的，是你自己没站稳。谢玉渊的脸色一片惨白，狠狠地瞪了他一眼后转身离开。陈青燕看着他狼狈不堪的背影，好看是好看，就是眼神冷了些。谢玉渊回到厢房，惊得顾氏几个都说不出话来。侍候的丫鬟呢？都是死的。大伯母，跟他们没关系，我自己摔了一跤。啊切！来人，快打热水来，帮三丫头换衣服净面。大伯母，你们先吃，我换了衣服就来。赶紧的去吧，你要是着凉了，我怎么跟你爹娘交代？谢玉渊回到房里，换了干净的衣服，刚换好，阿宝回来了。小姐，没找着人，别找了，先换了衣服再说。一通手忙脚乱后，谢玉渊喝了几口热茶，才感觉浑身有了热气。这时孙平家的领着丫鬟端了热饭热菜过来。小姐，外头的雨越发的大了，大奶奶说若是雨停就下山，要还这么下，今晚就在寺里将就一夜。我知道了。仆三人用了饭，阿宝见雨势丝毫没有减小的趋势，知道这一时半会儿走不掉了，便侍候小姐午睡。一觉醒来，发现外头天色都黑了。雨停了吗？越发的大了，大奶奶已经吩咐人都住下了。小姐刚刚发烧了，身子烫得很，奴婢怕大奶奶责怪，都没敢跟她说，偷偷塞了点碎银子，让小和尚煮了点红糖生姜汤来。不用说，我自己能治。阿宝是不是也病了？如蓉点点头。人呢？在下人房里，把他叫来，我给他扎2针，这姜汤分他一份。小姐，去。如蓉眼眶微微有些泛红。谢府的人都说，以三小姐的身份在青草堂当差是没有前程的，谁又知道你一颗心待她，她还一颗心给你。先不说他们这4个是罗妈妈亲手调教出来的，就连阿宝这个半路跟过来的小姐都一视同仁。谢玉渊刚帮阿宝扎完针，顾氏带着大小姐、二小姐过来瞧他，4人闲聊了一会儿。谢玉清见三妹妹精神不振，便拉着母亲他们离开。因为要过夜，顾氏一回房便把孙平家的叫到跟前，商量职业。一通商量过后，有小和尚来送晚饭，顾氏命人把饭菜挑出一些给三丫头送去，刚要招呼2个女儿用饭，就见孙平家的去而复返，手里还拎着2个食盒。大奶奶，这些是陈家少爷送过来的。陈少爷说，这一盒请大奶奶和2位小姐用，这一盒给三小姐用。顾氏一听这话，命人把2个食盒都打开，给他的这盒里面是些家常小菜，给阿渊的那盒却是些特色小吃。哟，还分个高低上下呀！大奶奶要回礼吗？你亲自把东西给三丫头送过去，不用回礼。谢玉渊看到陈家送来的吃食，
想也没想就命孙平家的拿走。这三小姐倒是个拎得清的，不像四小姐，见着个长得好的男子，魂儿就飞了。故事听罢，意味深长地朝孙平家的看一眼。这丫头虽然长在乡下，可到底身上流了一半高家人的血呀。孙平家的赞同地点点头。一墙之隔的院落，阿九推门而入。怎样？少爷，三小姐似乎病了，没吃。病了？淋那么大雨，不病才怪呢。这次里要什么没什么，也没个郎中替她看看，这一夜怕是难熬了。少爷，您忘了三小姐自己会行针。对啊，我怎么忘了这一茬了？少爷，你有这闲工夫操心三小姐的病，倒不如好好想一想，该如何向夫人交代。他们今天出来，只跟夫人说去郊外散心，没说来大明寺。这会儿天都黑了，少爷又想着留宿不回去，夫人不炸毛才怪。你让人回去知会一声，说我想在大明寺静静心，明儿就回去。4更1刻，雨势终于小了下来。谢玉恩临睡前又喝了些姜汤，沉沉入睡。院子里一条轻飘飘的黑影落下，划破窗户，往几个房间里吹着白烟。略等片刻后，那黑影拉开门栓，早就等在门口的人迅速闪进来。哪一间？九月，那一间。把门打开。谢玉恩突然睁开眼睛，弹坐起来。一个身穿灰衣的白发老人悠悠地看着他。白发老人双腿一屈，扑通跪了下去。你们是谁？阿元小姐，我是江婷，她是江峰。江峰，把这2个丫鬟弄到外面去，一个货物都不许放进来。是，江月。我不认识你。阿元小姐自然不认识我，不过若是罗妈妈此刻在，她一定会和小姐说是一声故人。故人？谢渊心头一跳，脱口而出：你是高家的人？江婷面色一悲，眼里的锋利尽失。那片纸是你让人送来的？江婷沉默着点点头。谢渊冲到他面前：我爹还活着？江婷抬起眼睛，目光深深地看着面前的少女。我爹是不是还活着？那张房契你从哪里弄来的？回答我。小姐应该先问一下，我是高家的什么人？谢渊一听这话，颓然跌坐在榻上。他傻了不是？当初他亲眼看着爹死，亲眼看着谢二爷一把火烧了整个院子，爹怎么可能还活着？你是高家的什么人？江婷没回答，而是从胸口掏出一块玉，摊在手掌心。谢渊一看那玉，眼神顿时就直了。这块玉正是他托陈货郎甩卖的那块血玉。你是因为这玉寻来的？廷微怔了下，把玉塞到谢玉渊手里。这块玉是大爷在叶儿墙任办事大城市逃换而来的，因为太珍贵，所以就没有让公家打磨雕刻，就在原石上雕了个孔送给大小姐。这座玉值1座城池。谢玉渊心脏猛地收缩，冰冷的血瞬间冲上脑顶。陈货郎把它贱卖了，却也只卖了近5000两银子，实则乘以10倍、100倍都不止。小姐可曾听说过你娘当年出生的事？我娘？谢渊下意识地摇摇头。小姐，其实……下一刻就听窗外有人低语：九月，外头有人来了。江婷脸色一变，从怀里掏出个玉佩。3日后玉林阁2楼，我在那里等着小姐，小姐一定要想办法出来，带上罗妈妈。玉佩带着温度塞进谢渊的手中。等他回过神的时候，2个侍女的地铺就在他的脚下，2人睡得香甜。屋里早就没了别人，他抬手狠狠掐了自己一下，疼，不是梦。院子外头传来说话的声音，还有凌乱的脚步声。他竖着耳朵听了一会儿，才知道是陈府有人来了，来接陈家少爷回府，心里微微松了口气。谢玉渊听着外头的嘈杂，我娘当年出生的事情，会是什么事？
各种旧梦纷至沓来。谢玉渊睁开眼睛的时候，感觉像是在田埂上奔跑了整整一夜，浑身上下说不出的酸疼。小姐终于醒了。你这丫头，我睡个觉，你着急什么？什么叫睡个觉？小姐都昏睡了1天1夜了。谢玉渊这才发现他身处的地方不是大明寺的禅房，而是青草堂自己的房间。我这是怎么了？小姐在寺里淋了雨，发了整整1夜的高烧，第2天怎么叫都不醒，把人吓死了。要真有个3长2短，奴婢们也甭活了。怪不得浑身都觉得疼呢，原来是病了。这大明寺邪气得很，听说晚上住隔壁院子的陈公子也病了，连夜赶回的陈家。谢玉渊心道，大明寺的老和尚要听了这话，非气死不可。罗妈妈呢？罗妈妈在给小姐熬药呢，她不放心别人动手，非要亲自看着。是钱郎中开的方子吧？小姐怎么知道？正是钱郎中帮小姐诊的病开的方子。郎中说小姐是邪风入体，又着了大凉，以至于……阿宝的话谢玉渊一句都没有听进去，回忆又落在那个被人捉奸的早晨。隔夜他正是受了点风寒，喝了钱郎中开的一副药剂。阿宝，我病后都有谁来过？就大奶奶和2个小姐来过啊，杜姨娘也来了。老爷夫人没有露面，只说让奴婢们好生照料着。没事的，去把罗妈妈叫来，你去看看药。是，小姐。阿宝转身离去。片刻后，罗妈妈进来，好好的人儿出去，被人抬了回来。这大奶奶照顾的可真好。妈妈和大伯母没关系，你扶我起来。小姐的烧还没退呢，起来做什么？小姐先躺躺，奴婢得给那2个丫鬟上些规矩，一出了府门，天高地厚都不知道了。罗妈妈，哎呦，小姐你这是……妈妈，江婷是什么人？小姐怎么知道她？罗妈妈，快告诉我，江婷到底是高家的什么人？江婷原是你外公身边的人，高家的大管家，后来因为被逐被赶出高家。他办了什么事？奴婢也不知道，对外的说辞是贪了好些个银子，又有几条人命官司在手上，主子们不敢议论，我们做下人的就不敢多说。小姐是从哪里打听到江婷这个人的名字的？罗妈妈似乎想到了什么。这么些年了，就算高家没有倒，也没几个人知道的。小姐是怎么知道的？千回百念之间，她从贴身衣服里拿出那块雪玉。罗妈妈，她找到我了。罗妈妈心里咯噔一下，呆若木鸡。夜色如墨，陈府正堂灯火通明，月娘从外头匆匆小跑进来。夫人，打听清楚了，那天在庙里留宿的还有谢府的大奶奶和3位小姐。哼，我就说嘛，必是有什么东西勾了她的魂，才做出这种连娘老子都抛到脑后的混账事。夫人，到底是哪位小姐勾着咱们哥儿的魂呢？对呀，是哪个？蒋氏心里虚虚的想，3小姐是不太可能的，那丫头年岁太小，老2是个庶出，长得让人记不住。难道说是大小姐？奴婢听说谢家是为了大小姐的亲事才去的大明寺，哥儿这个时候过去，会不会是……他敢？月娘心道，以哥儿的脾气，有什么不敢做出来的？他可是连教书先生都敢抽得主啊！老爷回来了。老爷这是从哪里弄得满身的汗？问你家的好儿子。蒋氏心里咯噔一下，今儿个是新任的扬州知府赵府的家宴，男人和儿子都去赴宴了，难道说这小子又在外头闯祸了？他怎么了？和赵知府的儿子打起来了，说是为了抢个丫鬟，脸都被他丢光了。这小子不打是不行了。儿子是什么样的人，蒋氏心里一清二楚，从来没有说为了女人的。难道说他真的开窍了？依我看呐，送经理去得了，再这样下去还读什么书啊？蒋氏闻言深吸口气，其实他早有这个念头，
只是舍不得儿子离他那么远。陈海拉着女人进了内屋。今日宴会上，我试探了几次，那个赵岩面里藏针，是个很厉害的人物。以后江南的官场不会太平了。蒋氏猛地抬头，吃惊地看着男人。陈海微微点了下头。哎，风水轮流转，不是此消就是彼长。让他去经理，一是能拘着他读书，二是不让他卷进来。我想好了，不去侯府，去国子监。如蓉打个帘子进来，见小姐发呆，把药碗放下。小姐，夜深了，吃了药就早点睡吧，身子还没好透呢。谢玉渊摆摆手，径直走到厢房。厢房里一灯如豆，木鱼声声，隐隐有檀香透过窗户的缝隙散出来。谢玉渊心浮气躁的心一下子静了不少。他从怀里小心翼翼地拿出那半张房契，放在眼前看了许久。这一年来，爹、孙家庄这个词已经是娘的一块逆鳞。人死可以复生吗？谢渊心里对自己说，绝不可能。既然不可能，那这件事情就暂且别说了吧。万一事情不是他心中想的那样，再让娘承受一次失望，又有什么好处呢？谢渊咬了咬牙，把房契塞回胸前，转身离开。刚到房门口，罗妈妈于夜色中匆匆而来。小姐，奴婢打听到大奶奶过几天要到外头给大小姐看嫁妆，少不了去灵玉阁这些地方。妈妈，我来想办法跟着一道去，你去放出风声，说灵玉阁2天后有一批新货。小姐聪明。对了，京中有信过来，刚刚送到老爷太太手里，怕是那边安顿好了，给府里报个平安。入冬了，北边比南边冷，妈妈让几个丫鬟这2天辛苦些，熬个夜赶套内衣出来，照着大少爷的样子就行。小姐这时求大伯母带我去玉灵阁，总不能两手空空。大哥是大伯母的心尖尖，我得投其所好。陈家少爷要去京城读书的消息3天后传遍了扬州府。谢玉渊左耳听罢，右耳就出，连在脑子里的停留的时间都省了。这人离他越远越好，最好此生都不复再见。他此刻正跟在顾氏身后，亦步亦趋地走出福寿堂。一套针线细密的内衣，换一个出府的机会，还让顾氏心中畏贴无比。这个买卖做得值了。大伯母，这玉灵阁有好东西吗？玉灵阁要没有好东西啊，扬州府别的铺子哪还能找出好东西？100年老店了，东西啊是1等1的好，这价格也是1等1的贵呀。大伯母，给大姐姐的嫁妆可不能嫌贵，好歹是您对她的一份心呢。将来大姐姐嫁到了那边，看一回东西，念一回您的好，多值呀！你这张巧嘴呀！我也不盼着她念着我的好，只盼着她过去以后，日子和和美美的，少受些公婆妯娌的气就行。大姐姐一看面相就是个有福气的，更何况还有娘家帮衬着，大伯母只管放100个心。顾氏被他安抚的脸上皱纹都少了几条。谢玉渊心里却不喜反惊，江婷敢把地方约在这里，肯定和玉灵阁有很深的渊源，指不定就是他开的。一个被主的下人，哪来实力开这么一间铺子？谜底近在眼前，谢玉渊不知为何心里却砰砰直跳，乱如麻。马车在玉灵阁门前停下，谢玉渊被罗妈妈扶下来，抬头打量了一眼铺子，心里隐隐有个预感，也许在某一扇窗户的背后，江婷正在看着他。大奶奶、三小姐，里边请。我们掌柜听说大奶奶要来，清了个场。今儿个一天呐，小店只招待大奶奶您一个人，您慢慢挑，仔细挑。来，先坐着喝点茶，这茶是我们掌柜从南边弄来的，香着呢。灰袍小伙计小嘴嘚啵嘚啵的，像抹了蜜一样的甜，把故事奉承的连东南西北都找不到，笑得见牙不见眼。大奶奶，好东西都在2楼，掌柜的就在上头等您，您请吧。你们掌柜就是会做生意，走吧。大伯母，我先瞧瞧这下面的东西，
怪好看的。那你在下头看着，看完了上来找我，别乱跑。放心吧，我乖着呢。故事由丫鬟搀着上楼。小姐，小店后院有几株荼蘼，开得还挺漂亮，您要不要一步看看呢？茶蘼花开春天，哪有初冬开花的？谢玉渊心中一动，请小哥前面带路。小姐，进去吧。多谢。推门而入，只一老者临窗而立，正是江婷本人。江婷转身，罗妈妈，果然好久不见呐！你，果然是你。江婷，长话短说，叙旧就不必了。我娘的出身，到底有什么事情？话音刚落，罗妈妈的脸色露出一个无法掩饰的诧异。江婷没有马上说话。阿元小姐，尝尝。一室茶香中，江婷缓缓开口：阿元小姐，其实你外公应该有2子1女，罗妈妈知道的。你娘其实是个双生子。这话一出，谢玉渊惊得从椅子上站起来，目光灼灼地看着罗妈妈。一龙一凤，二爷晚出来半盏茶的时间，出来时只有出气的份，没有进气的份，没撑过1天就夭折了。谢玉渊这时脑子里浮出师傅说过的话：双生子在母体里就是一场搏命的战争，养分就这么多了，你多了我就少了，最残忍的莫过于一个胎儿吃下另一个胎儿。你看，人在娘胎里就开始得面临弱肉强食啊。当时谢玉渊没细想，但总觉得师傅话里有话。其实二爷没死。什么？当年他明明确实是没了呼吸。老爷说这孩子只来这世间看了一眼，他的心里有怨气，所以命我带着大爷把孩子送到了岩谷寺的老和尚那里过去超度。我们一路快马加鞭送到那老和尚的手里，那孩子竟然哇的一声哭了出来。岩谷寺的老和尚说，因为高府的杀气太盛，养不活这等忠敏灵秀之人，不如就养在寺里吧。这么说来，我还有个二舅舅，他现在还活着吗？还有，我们高家从来都是读书为官，本本分分，哪有什么杀气？小的当时也是这么想，还以为是那老和尚的无稽之谈，谁知老爷信以为真，立刻赶到岩谷寺和老和尚密谈。谢玉渊听到这里，后背不由得起了一层冷汗。高家男子都不得善终，会不会就和高府杀气太重有关？3天后，二爷就成了岩谷寺的俗家弟子，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老爷配到二爷身边的。江婷，那些贪银子身上的人命官司都是假的？通通都是假的。老爷与我江家有恩，他怎么说我怎么做，这事除了我和大爷之外，连夫人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好啊，否则高家不是被一锅端了吗？这个念头在谢玉渊的脑海里一晃而过，他自己被自己吓了一大跳，随即他心里咯噔一下，外祖父连外祖母都瞒着，会不会从那个时候开始，他就有意识的想给高家留个后？又或者说，外公从那个时候开始就知道高家不会善终？罗妈妈，这是干什么？江婷的声音拉回了谢玉渊的思绪。他低头一看，见罗妈妈直跪在地上，连连磕头：老天保佑，列祖列宗保佑，高家还有一个二爷在，二奶奶和小姐总算有依靠了。谢玉渊的心却不住地往下沉，目光死死地看着江婷。如果二舅舅还在，这些年为什么对娘不闻不问？
任由谢家把娘欺负得疯了。江婷一看少女的眼睛，就知道她在疑惑什么。阿元小姐，二爷还在，只是什么？你们跟我来。谢玉渊跟着走到屏风后面，就见江婷的手伸进一幅画后，不知道按住了什么，原本平滑的白墙露出一扇门。三小姐，跟上。穿过一条长长的甬道，眼前豁然开朗起来。定睛一看，一个青袍男子手持3炷香，正凑在烛火上。听到后面的动静，他慢慢地侧过了脸。谢玉渊一见那人的相貌，惊得浑身僵硬，半步都动弹不得。你是二爷？二爷和二奶奶同岁，不过30出头的年纪，为什么瞧着像是个濒死的老人？男人没应声，目光沉沉地落在谢玉渊的脸上。谢玉渊尴尬地挤出一抹笑，屈膝道了一个标准的万福。男人向他招招手，示意他走得近些。谢玉渊走上前，你就是阿元。江婷说，你是高家二爷。男子看着面前少女的眉眼，既没说是，也没说不是，把手里的香送到她面前。我不太信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就算是天天拜，天天进香祈求，该来的厄运一样都不会少。不错，倒是个通透的人。说罢，他往手里的香往炉里一插，弓着背慢慢地挪步到蒲团下坐下，用力地喘了几口气，仿佛这几步已经用光了他所有的力气。谢渊的脸色不对了，他跟着师傅走10里8乡的时候，经常见到目炯残光的人，这种人身上透着一股死气，这男人身上就有这股死气。阿元小姐，坐吧。他就是高府的二爷，也是你嫡亲的舅舅。谢玉渊没有坐下，而是走到高硕的身边，伸手扣住了他的脉搏。你懂医术？会点皮毛。震出了什么？谢玉渊凝了好一会儿神，心里一阵悲哀。您的身体已经是强弩之末了。不错，这点皮毛就够你用一辈子了。跟谁学的呀？我只知道师傅的名字叫张虚怀。原来是他啊。高硕点头笑了笑。你倒有几分造化，你可知道他是谁吗？谢玉渊摇头。他乃张仲景的后人，世代为御医，历任太医院院首，非张家人莫属。饶是谢玉渊想过很多次师傅的来历和安王的关系，却也没有想到会是这么大的来头。走吧，趁我还能喘气，把事情都说一说。谢渊一听这话，心里有点悲伤。这世上最伤人的一件事，便是得而复失。舅舅，我用针还能让你拖些日子。高家被抄后，他强撑着残躯走到这一步，已经是心力交瘁，如同一盏油灯，熬啊熬啊，就快熬哭了，却不想临了，还能听到血脉相连之人叫他一声舅舅。他顿时觉得这些年的熬值了。谢玉渊不知道舅舅为什么突然失了冷静，但亲人之间的心灵相通，让他敏锐地察觉到男人心底的悲凉。病入膏肓之人最忌讳情绪波动，他忙在他面前跪坐下来，一副聆听的模样。高硕咳嗽几声，慢慢平静下来。前头江婷该说的都说了，10年前你娘和你在庄子里出了事，我刚从叶尔羌回来，那日已到了扬州码头。舅舅，您去叶尔羌是？给你大舅舅收尸。谢玉渊心口一痛，眼眶顿时红了。皇帝有旨，你大舅舅的尸体只为狼犬，不可入殓协会内地，倘有潜行协会者，必从重治罪。至为狼犬，谢渊的脸色刷得惨白如纸，忍不住侧手去看罗妈妈，却见罗妈妈捂着嘴哭成个泪人。
我不忍心他死得这么惨，就带着江婷去了西北边，在大漠里找了整整半年，终于拼出了一副可以入殓的骨架。高硕说这话的时候，只是瞳孔微微缩了一下，语调平静的如同在讲述一个陌生的故事。江婷却是心痛如裂。二爷自小在寺里长大，大爷怕他青灯古佛受不住，又惦记着他的身体，但凡有空便偷偷来看他，陪他，兄弟俩的感情好得跟一个人似的。二爷更是视他如兄如父。大爷的死讯传来，二爷当即喷出一口血，他的身子便是从那天起变坏的。即便这样，他还是一意孤行地踏上了西去的路，连老和尚都劝不住。那个6个月可是普通人能挨过来的，差一点死在大漠里。最后一根腿骨找到的时候，他瘦得已经脱相了。倘若不走那一趟，二爷只怕还能多活几年。这一时了，我马不停蹄地赶来扬州，谁知道看到的是庄上熊熊的大火。三小姐，你别怪二爷，二爷当时他住嘴。这些年我一直在暗中找你们，生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谢玉渊哽咽着点点头，她不是闺中不知轻重的小姐，连大舅舅远在千里之外的尸体，二舅舅都全撵齐了，她又怎么舍得让娘和她的尸体流露在外？找了几年没找到，我就知道你们没死，哪怕是在那个嘎角里躲着，想想也是好事。世道这么难，当个普普通通的人活着，能寿终正寝的入土也很好。血雨一出，我就知道不对，立刻派人再来找你。皇天不负有心人，终于有消息传来说你们可能在孙家庄，我立刻让江婷去确认你们的身份，如果真的是你们，就把你们接回来。谢玉渊脑中灵光一闪，我记得那天院子里多出一封信件，里面有张白纸。正是老奴命人认进来的，那信封的内地上写着高家二字，这是高家人传递密信的暗号。我光顾着看那张白纸，没想到信封的内底有文章。这怪不得你，这些年风声鹤唳，他总怕我出事，凡事小心翼翼惯了，难为他了。江婷一听这话，眼眶都红了，低垂着头不说话。谢玉渊却从风声鹤唳这4个字中听出了艰难。高家本应该斩草除根，阴差阳错之间，难得的还留有一根血脉。这根血脉若是被宫里知道，那又将是一场杀戮。正是因为小心，所以又来了一步。江婷他们到的时候，看到的又是一场大火。无人生还吗？谢玉渊脱口而出，不到最后一刻，他还自欺欺人的心怀一分侥幸。这孩子到底没有逃脱高家人重情重义的魔咒，这是个长处，也是个极大的短处啊。江婷，你说给他听。三小姐，我去的时候，还有一人从火堆里爬出来了，我们见他还有口气，便把人救了回来。那片纸就是从他身上找出来的。人呢？伤势太重，撑了7天，还是去了。去了。谢玉渊半起着唇，似乎怎么也积聚不起再追问一句他真的去了的勇气。好半晌，他才深吸口气，整个人像是锈住了一样张开嘴。你们将他妥善安葬了吗？高硕点头。他们夫妻一场，这是他应得的，我其实早该料到的。说完，他心里又浮出一丝庆幸，幸好没和娘说呀。高硕数十年无所波动的心被狠狠揪住，一时间无言以对。他突然想起10年前自己奔赴西北大漠，一路总在想兄长惨死的消息会不会是真的，或许是斩了替身也不一定。我似乎总是来迟一步。
舅舅，这和你没有关系，是宿命。宿命？高家人的宿命是不得善终。我不还活着吗？你娘不还活着吗？什么宿命不宿命的？舅舅，那些歌唱落榜的、养不活妻儿的、有国力不能归的、惨死不得善终的人才说宿命。那些金榜题名、妻妾成群、高官厚禄、黄袍着生的，只说是应得。舅舅，谢玉渊吓得魂飞魄散，连最后一点唇色都淡得看不见了。这话太大逆不道了。恨只恨自己只身残躯，哪怕老天爷再让我能多活个10年，不，5年，我非得亲手为高家讨回一个公道。谢玉渊对于高家的事情，即便多活一世，也是一知半解。高家2个字像一道不能碰触的禁忌，娘不说，罗妈妈也是支支吾吾，她只能从他们的只言片语中偷窥出一丝蛛丝马迹。舅舅，高家不是罪有应得吗？罪有应得4个字，像是一记闷拳打在了高硕的心口，嘴里翻上了一股腥气，还没来得及咽回去，又一股腥气涌上来。二爷，舅舅！江婷飞扑上去，一手抱住主子的腰，一手细心地擦干净他嘴角的血迹。高硕摆摆手，片刻后，他朝旁边的罗妈妈冷冷地看了一眼。你先出去。罗妈妈一愣，再是一跪。二爷，奴婢。我不会害他的。罗妈妈惊得抬起头，对上那双如铁锈一样的眼睛，吓得连连磕了3个头，退了出去。阿言，若不是你娘疯了，我……舅舅，娘没疯，娘是清醒的。清醒的？清醒的。高硕耳畔嗡嗡作响，露出了一抹笑。他慢慢地侧过身，目光探寻似的向江婷看过去，后者微微摇了摇头。既然他还清醒着，那这事就轮不到你身上，你且去吧。这事儿？什么事儿？舅舅，娘疯了很多年，现在只在小佛堂过活。高家有什么事，我可以替娘做主的。你去吧，把今日见我的事情和你娘说一声。一定要吗？阿言小姐，这是高家的规矩，你不姓高，所以有些事情二爷不好说出口。老奴要是知道小姐还清醒着，也不会找上他，是吧？谢玉渊迟疑了下，倒也是，那我便立刻回府。舅舅，若娘要见你，该如何见？谢府一墙之隔的那座府邸是我的，他若要见我，点了盏孔明灯，会有人来接你们的。舅舅，娘知道这个世上有一个你在，他会不来吗？中午时分，谢家大奶奶顾氏满意的拿着一夹子首饰从2楼款款而下。三小姐呢？微旁伙计忙道：啊，三小姐说没什么好看的，已经回谢府了。回去了？啊，大奶奶放心，是我亲自赶车送三小姐回府的，有人看着她进府的。这孩子可真让人不省心啊！赶紧回府。到了门房一问，三小姐确实早已到家，顾氏悬着的一颗心才落了回来。来不及细想，见福寿堂的丫鬟来请，忙回房换了衣裳，带着夹子匆匆忙忙回福寿堂回话。刚走到半路，就见谢玉渊俏生生地立在拱门口。你这孩子胆子越发的大了，一声不吭的就回去，你这眼里还有长辈吗？大伯母，阿渊是因为看着那些东西都觉得配不上大姐姐，想着娘的嫁妆里头我还私留了几样好东西，一个没忍住就先回来命罗妈妈找了出来，算是为大姐添妆。大伯母，你别生我的气呀！还气呢？气丝丝都没了。顾氏唤了一声：“我的儿哟！”真让我说你什么好？另一只手却拿起2只步摇，左看右看，上看下看。高氏的嫁妆都是京城里的好东西，
扬州府这小地方的东西怎么能比得上？光瞧一眼就觉得贵气逼人。谢玉渊又耐着性子寒暄了几句，才转身离开。刚入青草堂，就见罗妈妈低着头，也不看人，一头撞过来。罗妈妈忙抬头，见是小姐，眼中露出亮光，凑上前压低了声道：正想来找小姐呢，二奶奶狠哭了一场，命奴婢去赶做孔明灯。妈妈，今天青草堂的所有人都交给你了，别让他们醒着。小姐放心。月夜朔风乍起，树影婆娑，稀疏的几点星光下，2条黑影飞入青草堂。片刻后，寒来暑往，枯荣明灭，一胎而出的姐弟俩，隔了30多年的岁月，